这个1吨重的男人在吃饭的时候离奇死亡，他的头埋进了意大利面里，双脚被铁丝牢牢绑住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的身上没有一处致命伤，更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只在后脑勺发现一处淤青，还有桌子下放了一桶恶心的呕吐物。为了查明死因，法医立刻对尸体进行解剖，他们发现死者的胃部大量出血，是凶手用枪顶住他的后脑勺，强制让他进食12个小时，最后活活撑死的。但如果只是单纯的谋杀，凶手又为什么大费周章的折磨他？老黑觉得这件案子不简单，这很有可能只是个开始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就有另外一名律师被杀，凶手逼迫他割下自己的肉块，等到他的血液流干后，就在地上留下一个大大的单词贪婪，一旁的秤上放了几块肉，不多不少，刚好1磅。这出自威尼斯商人的1磅肉，只要割了肉，他就可以自由。接二连三的命案发生，让老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立刻来到胖子家进行仔细盘查。跟他预想的一样，冰箱后面果然有一个单词暴食，刚好对应天主教7宗罪里面的刑罚。因为胖子的一生好吃懒做，甚至可以几年待在家里不出门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死肥仔，所以刚好对应暴食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5起案件。老黑拿着案发现场的照片找到被害律师的妻子，让他看看有没有什么他们忽略的细节。律师的妻子果然发现端倪，其中有一幅字画被调转了方向。他们把画一开，只见墙面上有一个用指纹拼写的单词。警局立刻对指纹进行识别，发现指纹并不是死者，而是一个曾经被逮捕过的毒贩。因为他的律师，所以他很快就被放了出去。而这个律师就是死于贪婪的受害者。佛波洛立刻根据资料的地址过去抓捕，可就在他们以为要结案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。